我怀疑自己幻听了，撤回手，抬头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黑发黑瞳，鼻梁高挺，轮廓锋利，嫣红的唇轻抿着，漂亮的让人不敢逼视。周围除了观众的欢呼，没有任何声响。果然是心理作用，大概是两人名字相同，眉眼间又有几分相似，让我产生了错觉。我长舒一口气。主持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，还在兴奋地提问：宋导，新剧中有一场皇帝与当年抛弃他的女子相遇的重头戏，如果是您会怎么诠释？宋城接过话筒，低沉冷淡的声音响起，让他成倍偿还我经历的痛苦。主持人打趣道，听宋导的语气，似乎是受过情伤啊，斗胆问一下，您谈过恋爱吗？宋城的眼神似乎不经意间扫过我，冷笑，谈过，被人像垃圾一样扔在了新婚夜。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我维持着礼貌而懵懂的微笑，告诉自己不要瞎想，手心却紧张地出了一层薄汗。第二天，采访片段直接冲上热议，评论区炸开了锅，宋哥眼眶都红了，握话筒的指尖泛白，这得多难受啊！也不知道哪个瞎了眼的女的，竟敢抛弃我们宋哥，好气啊！宋导要才华有才华，要相貌有相貌，凭什么被人这样对待？U.E.S.E. 宋导那个眼神真可怕，好像要把负心女活剐了一样，心疼那个女孩一秒。无爱便无恨，宋哥明显还爱她。哇塞，这种宿命般的逼感竟然有些好磕。女生不会是陈穗穗吧？宋哥当时往她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不会吧？鬼才导演 X 落魄贵女被我搞到真的了。陈穗穗是我18线小胡咖，在宋城执导的新剧中担任女5号。为了还债，在圈内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，有活就接，从不挑拣。什么冬天跳冰壶，夏天裹棉袄都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接到宋城团队的邀约时，我想都没想就签了合同。现在付不起天价违约金的我，只能继续待在剧组，努力呼唤系统。7年前，他的最后一句话还烙印在我的脑海：宿主，你真是我见过心最狠的人，天选攻略者。回头我把你编进教材，让那些恋爱脑好好观摩学习。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，算了吧，毕竟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回应我的是冰冷的沉默。此后他再也没出现过。攻略宋城前，系统曾委婉地劝我收手，说这是 SSS 级地狱难度，从来没有人通过。如果现在放弃，还能在这个虚拟世界苟活10年；如果选择继续攻略，依照过往经验，很有可能3天后就被面前的阴鸷少年折磨致死，或者被他温柔天真的外表反攻略，一步步沦陷，虐身虐心，最终宣告任务失败。到时候灵魂将会强制剥离，永远不能入轮回。我是贪生怕死的俗人，系统，好，那咱放弃。所以我决定继续攻略。系统，谁懂？传来钱，我刚订了一份外卖，如果不快点回家，被我妈发现我又偷吃垃圾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比死还可怕。不就是演戏吗？我可是表演系的优秀毕业生，专业对口。后来我花了整整10年，陪着宋城从任人欺辱的敌国质子，一步步成长为生杀予夺的冷酷帝王。看着他对我的爱意慢慢达到顶峰，甚至到了一种盲目的程度。城墙上，他当着我的面烧了那些说我是祸国妖女的奏折，火光照在他的侧脸，冷淡与温暖交汇。阿紫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极为心虚地嗯了一声，脑子里全部都是爸妈的脸庞和糖醋排骨外卖的香味，馋得我差点流口水。宋城眉眼弯弯，苍白修长的手指从宽大的袖袍中慢慢探向我，却在即将触到的那一刻收了回去。这么多年，他对我一直发乎情，止乎礼，贵为95之尊，朝堂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冷血帝王，私下却连女孩的手都不敢牵。我有意逗他，故意摆出撩人的姿势，勾着他腰带上的流苏玩弄，手指慢慢下移。几秒后，他的呼吸急促起来。阿紫，我会封你为后。等到新婚之夜，我们在后面的声音低如蚊啊。少年红了脸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可他永远都等不到了。大婚之日，系统宣告攻略成功，宋城最终也没能握住我的手。而当我回到现实世界，钟表也只是走了10分钟。10年仿佛只是大梦一场。咔，回忆拉回现实。女一苏兰正和男一拍那场久别重逢的戏，我是站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板小丫鬟。宋城对这段表演一直不满意，眉头皱成了川字。整个录制棚内都是低气压，所有工作人员都小心翼翼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手忙脚乱想挂断，结果按了免提。闺蜜陆可的声音在寂静的室内显得格外清晰。穗宝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柿饼。我迅速挂断电话，鞠躬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了。本就因为 NG 多次而烦躁的苏兰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如果我现在18，还是那个娇气大小姐，肯定要瞪回去，再问一句你瞅啥？可我现在28，屁股后面一堆债，只能低眉顺眼，露出讨好的笑。宋城眸色微动，隔空指了指我，过来搭个戏。我正绞尽脑汁想理由拒绝，一旁探班的经纪人暗戳戳推了我一把，快点，机会难得，荣华富贵在呼唤你。我没站稳，一个踉跄，摔进了荣华富贵的怀里。周围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抽泣声。宋城表面冷淡，内心一声嗤笑，这么爱投怀送抱，不会真的是阿紫吧？我纯洁女星风评被害。哦，对，按照他们世界的规矩，应该喊姐姐。她的眼睛和姐姐好像一样的蛊惑人心。抱歉，宋导。我退后几步，低下头。宋城的心声戛然而止。原来只有肢体接触才会触发毒心。此时，如果有人站在我的身后，就会发现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。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宋城，他跨越时空来报复我了。不过还好，7年的时间足以模糊一个人的记忆，再加上性格的转变和夸张的妆容，他应该没认出我。采访的热度未消，试戏的片段就登顶热搜。视频中，宋城望着女孩的侧影，眼神混杂着不甘、期待、残暴与偏执，隐而不发，字字泣血。这么多年，午夜梦回，可曾想过我戏中原台词应该是朕？可宋城许诺过，永远不以皇权压我，永远不以上位者的姿态俯视我。从未，我毫无感情回道。视频到这边停止了，只有我知道，宋城在心里回应了我。他说：“可我想什么？想我死，还是想我生不如死？”和宋城朝夕相处近10年，看他一路踩着尸山血海登上帝位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的手段。他平生最恨始乱终弃、玩弄感情、巧言令色、生性放荡之人。好巧不巧，这几条我都占了。如果还在那个虚拟世界，我的9981族加在一起，估计都凑不出一颗完整的头颅。暂时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，只能先逃。和剧组请完假，正好碰到收工的苏兰，她把我堵在角落，高高的抬着下巴。陈碎碎是吧？像你这种倒贴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别说宋城哥哥心里有人，就算没人，也绝对看不上你这种货色。我歪头看着苏兰，面前娇艳的脸庞逐渐与记忆中丞相的小女儿重合。怪不得剧组都传冰冷无情的宋导独独偏爱女1号苏兰。据系统所说，我离开后，丞相之女日夜陪在发疯的宋城身边，衣不解带的细心照料，情绪开始有不受控制的趋势。我把指甲掐进肉里，弯起嘴角。那你可要看好你的宋城哥哥，我怕他来找我。苏兰被气得拔高了音量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宋城哥哥才不会找你呢。借你吉言，后面的几天我躲在酒店躺尸。陆可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又被暴力追债了。我笑了笑，回道：是啊，情债还不起的那种。什么玩意？你个母胎 solo 哪来的情债？记忆混乱又加重了。都跟你说了要按时吃药。宝，我爱你，晚安。被陆可嘟囔的脑袋疼，我挂了电话。晚上，手机传来一条柿饼订单，15分钟内可以送到吗？我婉拒，在下大暴雨。大暴雨阁下，可以快点送来吗？我正想翻白眼，手机入账了500。对面消息传来，先付500，送到再付1000。区区小雨，马上就到。狭窄的楼道口，看到男人的身影时，我腿软了，转身疯狂按电梯按钮。也不知道上一层的人在做什么，电梯纹丝不动，灯光昏暗，我戴着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。雨水顺着凌乱的发丝滴落，路上摔了满身泥，蹭破了手臂，湿漉漉的衣服贴在伤口处，钻心的疼。我从来没有在宋城面前这么狼狈过。传书那年，我20出头，家境殷实，父母宠爱，正是最娇气的年纪。系统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失户贵女的身份。我恃宠而骄，雨雪恶劣天气从不出门，怕淋湿保养得当的长发，弄脏漂亮的裙子。就算迫不得已外出，遇到泥泞路段，只要稍微一撒娇，宋城就会主动背我。那时的我年少轻狂，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，实在想不出哪里讨人喜欢。也不怪那些臣子们天天叫我妖女，对我喊打喊杀。宋城接过柿饼，像是在闲聊：辛苦了，我女朋友很喜欢吃这个。我惊了一下，很快便接受了。他说的应该是苏兰吧？我故意放粗嗓音，柿饼甜甜的，很多女孩都喜欢。宋城打量着我：你身上湿透了，出去会感冒的。电梯终于降下来了，我低着头瓮声瓮气回道：没事。左脚即将迈入电梯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帽子被摘掉了，滚烫的大手握住我的手腕，轻轻一拽。陈碎碎，陈数据。我故作惊讶，恕我眼拙，连宋导都没认出来。宋导早点休息，我还有几份外卖要送。宋城手上的力道收紧，心声低沉嘶哑，带着十足的风劲。阿紫，别来无恙，完了，掉马了。
心下一沉，我努力做最后的挣扎。宋导，3更半夜，你这样和女演员拉拉扯扯，不好吧？他置若罔闻，朝我逼近了一步，你还想躲去哪？你还想躲多久？骗了我10年，在新婚夜一走了之，见面又装不认识。陈碎碎，你真能耐。宋城一贯冷淡的语气，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情绪波动，眼中的暴力似乎能把人溺毙。原来他不仅认出了我，还猜到我早就认出了他。真不愧是在乱世中做皇帝的人。多智近妖。宋城哥哥，陈碎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苏兰手里的垃圾袋掉在地上，我有些急了，想用力挣脱开束缚，结果脑袋一晕，身体直至下坠。意识消失前的最后1秒，在苏兰的尖叫声中，我看到宋城充血的双眸中闪过一丝慌乱的心疼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川书第4年，镇上发生战乱，我被抄家，逃亡的路上感染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软绵绵地趴在宋城怀里。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旧袍，把所有的冬衣都用在我身上。为了给我买药，甚至不惜给仇人下跪和恶狗争食。周围所有人都劝宋城抛弃我。生逢乱世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拖累，更何况我还是个病弱的娇娇大小姐。我烧得难受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带了哭腔：阿成，我还没见爸妈最后一面，还没吃到糖醋排骨，还没谈过恋爱，我不想死。他听不懂爸妈，也不知道糖醋排骨和恋爱是什么，只是坚定地一遍遍重复：阿紫，我不会让你死。宋城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磨破了，在雪地留下一串鲜艳的红梅。我附在他耳边轻语：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去，我嫁给你，好不好？系统暗暗竖了大拇指。宿主都快烧死了，还不忘任务，敬业。旁边的大爷不知怎地听到了我的话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，指着我笑：你这小姑子怎么恩将仇报？他们已经够苦了，你还想折腾他一辈子？宋城没理他，冷淡的嗓音带些羞赧：阿紫，我娶你。画面一转，红鸾帐暖，贴着喜字的宫殿中，柿饼散落一地。宋城一拳一拳砸碎了所有的陈设，只要看到和我相似的女子，便疯了般扑过去。系统的金属音响起，竟有几分落寞。宿主，去看他最后一眼吧。算了，宿主，他会恨死你的。我知道，爸妈还没下班，窗外清洁工正在清倒垃圾。在旁人看起来很平常的一天，我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具体那天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早就忘了，只记得糖醋排骨的外卖吃了一下午，愣是没尝出味道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梦里的声音逐渐变得清晰。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自己和宋城手牵着手，他另一只空闲的手上赫然是一把水果刀。我差点从床上弹起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别乱来。宋城表情依旧淡淡，倒是年轻小护士被我吓了一跳。陈女士，你发高烧晕厥了，是这位帅哥一路把你抱过来的，那牵手又是怎么回事？昏迷期间，你死死拽着他的手不撒开，我忍不住脸色一红。那水果刀又是……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看着宋城递过来的削好的苹果，我愣住了。没毒。他撩起薄薄的眼皮看我，心情似乎可以称得上愉悦。我躲闪着目光，清了清嗓子：宋导，希望你女朋友没有误会。宋城皱了皱眉：你说苏兰？我和她没关系，所以电梯口说的那些话是在诈我。我收敛情绪，露出礼貌的微笑：这是宋导的私事，就算你们有关系，我也管不着。宋城的眼角陡然生出一层寒意，锋利的刀尖划过苹果，汁水四溢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他对我的恨，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，我才发现根本做不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直入主题：宋城，看在10年情谊的份上，可以放过我吗？他垂下眸，勾了勾唇，笑意冷淡：10年情谊？阿紫，这10年，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情谊？陈碎碎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先不放过我的。什么机会？我试图去抓宋城的衣角，听他的心声，被他轻松躲过了。他狐疑地看向我，做什么？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你衣服上有脏东西。看着他幽深漆黑的眸子，我知道读心术的事8九不离十也暴露了。曾经我爱惨了他的早慧敏感，现在却只觉得头大。和宋城相对无言了一整个上午，大眼瞪小眼。当电话第10次响起时，他终于回了剧组。我连忙拉住年轻小护士：我昏迷期间，宋城有没有做什么？我的心肝脾肺都还好吗？腰子也还在吧？小护士一脸姨母笑：小姐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男朋友真是太疼你了，你牵着他的手不松，他就坐在床边陪了你一晚上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你看，好像怎么都看不够。边说，小护士边降低了音量。查房时，我看到他有好几次俯下身想亲你，最后却只用嘴唇轻轻碰了下你的手指。浪漫死了。我满腹疑惑，你确定这些事都是宋城做的？你男朋友长这么帅，我不可能认错。我摇了摇头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啊！小护士悲伤地撅了撅嘴，随后又变成了星星眼。小姐姐，就算不是情侣，我也敢保证他绝对喜欢你。
宝儿，你会喜欢一个骗了你10年，在新婚夜抛弃你的人吗？什么？小护士怒火中烧，撸了撸袖子，看我不宰了这个渣子王八羔子，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切他的蛋，断他的后，是吧？这才是正常人的普遍想法。出院后，我回到剧组，宋城一个人站在暗处，对面是我爸妈，阳光倾洒在他们嘴角的笑容，一边明媚，一边晦暗，仿佛中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。快来！妈妈朝我招手，等我走过去，塞给我一个保温桶。大宝，这是炖好的乡下土鸡，一会给你们导演分点，尝尝鲜。平时别老吃外卖，都是垃圾。后半句估计才是母上大人想表达的重点吧。我爸朝宋城微微弯了弯腰，宋导，我家岁岁多亏你照顾。我拍了拍两人的肩膀，好啦，我还得工作，你们回去吧。分别时，我和爸妈像往常一样，3个人抱了一下。一回头，宋城还站在原地，看不清神色，微哑的声线细听竟有几分委屈。阿紫，这就是你抛弃我的原因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跑过去拉住他的手。正巧这时，太阳上覆盖的云彩飘开，暖洋洋的光照在宋城身上，驱散了周围的阴暗。宋城，我爸妈是无辜的，求你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被宋城狂风暴雨般心声惊到了，赤裸的、不加掩饰的情欲，铺天盖地，让人避无可避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我要你做我的私人助理，时刻跟在我身边。宋城不动声色地抽回手，眼神依旧清冷，仿佛刚刚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话都是我的幻觉。我怔愣片刻，回了个好。后面几天，剧组里工作人员看我的目光逐渐暧昧起来。休息空档，不少工作人员直指宋城，再直指他身后的我，然后露出迷之微笑。听说了吗？宋导让陈穗穗当他的私人助理，睡觉都得跟着。听说宋导睡觉都得让陈穗穗在旁边跟着。听说宋导和陈穗穗睡在一起了，中途苏兰还找过我一次，他看起来既尴尬又纠结。陈穗穗，你是不是抛弃宋城哥哥的那个人？你知道错了没有？你要是知道错了，我可以勉为其难原谅你。我懒懒看着他，理直气壮，吾日三省吾身，吾没错。苏兰指着我，憋了半天才发出声音，你心真狠，宋城哥哥真是眼瞎了才会看上你，真的是，为什么要喜欢你这种没脸没皮的人？多谢夸奖。私人助理的工作很清闲，每天只做3件事：看宋城训人，陪宋城吃饭，给他买柿饼。剧组都说柿饼是宋城的最爱，可在我印象中，宋城并不爱甜食，是甜如命的那个人从来都是我。宋城工作时，我无所事事，只能站在旁边盯着他俊美的侧脸出神，不由自主想起他刚刚登基那段时间，朝中人人自危，全都板着脸。宫中氛围压抑，我怕宋城也被他们传染，于是每天变招法的逗他开心。有次他在认真批阅奏折，我玩累了，一屁股坐在垫子上，突发奇想，开始数他的睫毛。为了能看得更清晰，我不断向前凑着身子。当我惊喜地喊出144时，宋城轻轻回头，我来不及躲，和他的鼻尖撞到一起。交缠的呼吸中，我听到宋城低声说：“要命！”工作人员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：“宋导，你腮红是不是抹多了？”宋城颇有些哀怨地扫了我一眼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“没有。”我后知后觉，移开直勾勾的目光，脸颊有些燥热。按部就班工作了1个月，宋城提出要带我去最近新开的顶楼酒吧，据说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我刚在朋友圈发了图片说想去，没想到第2天宋城正好有一个活动，就在那里举行。我兴奋地化好妆，穿上压箱底的小裙子，在他面前转了一圈。阿成，好不好看？空气静默了一瞬，我讪笑2声，不好意思，宋导，我记忆刚刚有些错乱。宋城面色冷淡，走吧。上车时，我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臂，听到了一瞬的心声，好美。酒吧包厢，刚推开门，就传来一阵欢呼声。宋哥金屋藏娇这么久，终于舍得带出来，让兄弟们见见了。嫂子也太漂亮了吧！怪不得能拿下宋哥这种清心寡欲的和尚。宋城眉头微蹙，却没有反驳。酒保走过来问我们喝什么。宋城，给我1杯伏特加，给他1杯果汁，谢谢。我不满的小声嘟哝，我已经28岁了，所以呢？宋城看着我，声线低沉，我可以自己给自己点果汁。酒保没忍住笑出了声，捂着嘴出去了。真丢人。气呼呼喝完第3杯果汁后，我去洗手间，撞上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男人满身酒气朝我走过来，哟，陈穗穗，真巧。我冷下脸，靳总，我们家欠你的账我已经还清了。这是女洗手间，请你自重。男人的手搭上我的肩膀，一用力把我从洗手间拽了出来，另一只手顺势抚上我的腰。穗穗，演戏多累呀，哥还有钱，你让哥好好疼疼你，这些都是你的。男人掏出钱包，抽出一沓钞票往我领口里面塞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真是贱啊。随便一磨，身子就软了，眼前的场景逐渐变得模糊，力气一点点被抽走。
男人拽着我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忍不住低声骂了句国粹。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发病？我大口喘着气，像一条濒死的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见一声闷响，似乎是男人骨头碎裂的声音，身上重压撤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龙涎香。打斗声越来越浅，周围越来越安静。脊柱似乎碰到了什么金属制品，好像是栏杆。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，背后骤然悬空。阿紫，下坠的前一秒，炙热的大手揽住我的腰，周围喧闹的声音传入耳廓。我去，那个男的不要命了，还好没出事，不然立马上头条。老公，如果刚刚差点掉下去的是我，你会和他一样奋不顾身的去救我吗？哎，这男的不是宋城吗？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导演。宋城揍的那个男的是靳家20组吧？听说他经常在这一片骚扰女孩，活该。喝吐一，醒来时我在宋城的房间，床头有一杯温水，我伸手去够，不小心把它碰翻了，水流进抽屉，里面是一个古朴大气的手账本，被淋湿了。我掀开封面，准备拿纸巾擦，却看到里面的文字：陈碎碎，我应该恨你的凌厉的笔锋，可以看出落笔之人浓烈的情感。我苦笑一声，翻到下一页。如果你当初愿意回来看我一眼，哪怕就一眼，我都可以骗自己说你对我还是有爱的。明明只要给我一点点念想，我就可以彻底死心，安安稳稳地待在我的世界。原来宋城说的曾经给过我机会，是我不放过他，指的是这个。可他不知道，不去看他最后一眼，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一旦看到他，我会忍不住留下。阿紫，我嫉妒你的父母，嫉妒你的朋友，嫉妒你在这个世界热爱的一切，嫉妒得快要疯了。凭什么他们都比我重要？凭什么我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？一出生，娘亲就把我遗弃在荒郊野外，养父把我当成弃子，送我去敌国做人质。阿紫，我从来不相信感情这种东西，我只相信你。可为什么就连你也不要我？没见到你之前，我满脑子都在想，如果能相遇，我一定要你千倍万倍地偿还我的痛苦。见到你之后，我却只想问，那10年真的全是演戏，一点爱都没有吗？阿紫，我要怎么办？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，连我自己都羡慕。看完后，我小心翼翼把本子放回原处，脸上湿漉漉的不舒服，用手一摸，全都是泪。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宋城端着早餐进来，我心不在焉的胡乱吃了2口。他注意到了未上锁的抽屉，刚想拉开检查，被我叫住了。宋城，你不是要报复我吗？我轻轻开口，为什么还舍命救我？他收回手，音色清冷，食不言。我熟练地撒着娇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宋城凑近了一点，眸中有我看不懂的情绪翻涌，像是在极力忍耐。什么秘密？我一字一顿，爱是演不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一直爱你。宋城眼角闪过一丝亮光，喉结滚了一下。陈碎碎，别说胡话，我会当真。我认真的，不信算了。下一秒，锁骨处传来清晰的痛感，我忍不住轻轻抽泣。宋城舔了舔唇，双目通红，指腹摩挲着那一小块暧昧的咬痕，内心低哑的声音仿佛要把我淹没。我的阿紫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里也是我的。随着指尖在皮肤上游走，我止不住轻轻站立。陆可的电话响起，我想挂断，宋城却抢先一步接通了，牙齿碾磨着我紧窝的软肉，像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粘人狗狗，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失而复得。陆可充满疑惑，穗宝，你喘什么？我努力调整呼吸，平静回道，没什么。我现在在你出租屋里，这1个月的药一点没少。你是觉得自己身体太好了吗？医生都说了，药不能断。宝，回头再说，先挂了。宋城抬起头，原本愉悦的眉梢染上忧虑和心疼。什么病？阿紫，你生病了。我轻松地挑了挑眉。如果我说是懒癌晚期，你信吗？好啦，我把宋城拽到床上。阿成，你陪我睡一会，病就好啦。房间沉寂下来，只有均匀的呼吸声。7年了，这是我睡过最安稳的一觉，没有噩梦，没有心悸，没有突然错乱的记忆。宋城把我捞在怀里，像哄小孩入睡一样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我睡意朦胧地亲了亲他的下巴。你迟早会把我惯坏的。7年来建立起来的坚强，全部融化在了这个温暖熟悉的怀抱。阿紫，我宁愿你一直娇气下去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7年前就遇到你。我不会让你接触债主，不会让你雨天送外卖，更不会让你生病。暴雨那天，你倒在我面前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心可以痛成这个样子。那一刻，复仇和恨都烟消云散，我只想你平安顺遂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害怕我，躲着我，厌恶我，我只能让你做我的私人助理，暗戳戳尽力宠着你，希望你有朝一日可以恢复张扬恣意的模样。阿紫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所有的痛苦都留给我一个人，你只要幸福快乐就好。听着源源不断传来的心声，我又心酸又好笑。笨蛋宋城，受委屈最多的明明是你自己呀，好歹也是个皇帝，这么轻易原谅我也就算了，心疼这个，心疼那个，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自己呢？
尽管我刻意隐瞒，避重就轻，宋城还是知道了真相。回到现实世界后，我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我总是梦到和宋城的大婚夜，一遍又一遍地经受别离之痛，常常半夜惊醒，觉得他就在身边，冲着我笑，一派光风霁月。有时甚至会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到后来，记忆力衰退，情感逐渐麻木，没有笑容，也不会哭泣。后悔吗？心理医生曾这样问我。我坚定地摇摇头，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的选择都不会变，因为爸妈在等我回家。最后一次看心理医生，宋城陪在我身边。医生很开心地跟我说，以后可以不用来了。我追问，还要继续吃药吗？医生慢条斯理喝了口茶水，用下巴指了指宋城，诺，要不就在你旁边吗？吃可以，但是要节制。你之前常年缺觉，还是要少熬夜做剧烈运动。宋城耳尖生出一层绯红。我咳嗽2声，欲盖弥彰地看向别处。走之前，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医生一眼，总感觉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他一直注视着我，朝我比了个口型，宿主，祝你和陛下百年好合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的读心术失效了。宋城顶楼酒吧的视频被人发到网上，热度一再攀升。井号宋城陈穗穗词条在微博挂了好几天。妈妈，我出息了，我搞到真的 CP 了。所以说，陈穗穗就是之前宋导采访时提到的女生哦，都这样了还能复合，宋哥，你别太爱了。贞洁是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。之前宋哥被爆出精神洁癖，母胎单身，我就知道肯定是心里有人，没想到是陈穗穗。什么深情男主照进现实啊？这要是不在一起，天理难容。期间偶尔也会掺杂一些刺耳的言论。我还没来得及对，就看到苏兰已经切大号冲锋陷阵了。得了吧，陈穗穗是不咋地，但也比你强10000倍。就算你讨厌他又怎样？宋城哥哥就是喜欢他喜欢的要死，你说气不气？我默默给他点了个赞。苏兰别扭扭给我发了条私信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帮你，就是单纯看不惯那些黑子而已。舆论最热时，宋城临时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，发了官宣消息，配图是2张照片，一张是试戏那天，我和宋城都穿着古装，他望着我，我看向远方；一张是颁奖典礼上，我一身摇曳的红裙，大波浪，笑得明媚恣意。宋城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捧着玫瑰花朝我跑来，配文，在我这，他永远可以恃宠而骄。晚安。